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？以前一些重要的方向讨论你是会被叫进去，哪怕不是主讲，至少也会提前知道背景，也能在关键的节点说上几句话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发现情况变了。很多事你不是从会议上知道的，而是事情已经定才会被通知结果。你说不出哪一次是被明确排除的，也没有哪一次冲突，只是慢慢的你开始只负责执行。如果你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，那这一期其实讲的就是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只把一件事情讲清楚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被老板纳入到决策圈的？因为很多人真正失去位置并不是输在能力，而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悄悄的移出了决策圈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如果哪一天你突然发现并意识到项目推进到关键的阶段的时候，会议节奏变了。以前讨论是开放的，方向也是浮动的。现在会议依然在开，但是内容已经变了。通知进度、形成共识、确认执行责任，你偶尔补充意见，虽然大家也会听，但讨论很快就会回到既定的方向上。表面上看你还在参与沟通，但你隐约感觉到一件事情，你的发言已经不能影响到项目的方向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，是不是我最近状态不好？那是不是这一次项目并不重要？那是不是等下一个机会就会好了？但现实往往更残酷，不是这一次的问题，而是你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。那在组织里有一个非常清晰但很少被说明的分界线，你是否被纳入到公司的决策圈？那在这里的话有必要把这个概念说清楚，澄清一下。在管理系统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司重大决策参与的状态。第一种参与决策形成，第二种执行决策结果。表面上看两者都需要通过会议的形式来完成，都在发言，但在组织的结构里他们是处在完全不同的层级里面。真正的区别在于你是否参与过真正影响决策方向的讨论。一旦你开始只在决策方向已经稳定之后出现，你的角色就会默认为执行节点，而不是决策的节点。那更隐蔽的是这个变化几乎不会被明确的告知到。那在公司里没有人会对你说这次不需要你参与决策了，它只是通过一些非常细微但持续出现的信号来慢慢发生。今天我们一起把这些信号一一拆解清楚。那第一类信号，你开始只看到结论，你会发现很多重要的信息你只能看到最终的版本。方案已经定型了，节奏已经定好了，你接到的任务只是如何落地，而不是是否要这样子。那这不是信息被刻意的隐藏，而是你已经不被视为需要参与决策的人。第二类信号是讨论对你来说是越来越安全。你在会议上依然可以说话，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，你说的内容不再会引发新的讨论，不是被反驳，而是被迅速的接入，迅速的翻篇。你的发言更多的会被当成补充说明，而不是影响决策方向的变量。第三类信号就是你开始事后才意识到重要性。那有些决策你是在执行过程中间才慢慢的发现它的分量，你会突然意识到原来这是个关键的转向，这是个关键的节点。但那一刻开始，决策已经形成了，资源已经绑定了，你能做下的只剩下配合。以上三种信号往往不是一次性出现，而是反复的叠加。而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，你很容易把这些信号只是当成偶然。那你会安慰自己，这只是巧合，可能是节奏太快了，下次再说。但在管理的系统里面，位置的变化很少是一次决定的结果，而是一次是默默叠加的产物。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决策圈的时候，你会继续用参与决策的方式去参与工作。这个时候系统会产生一种错位，你还在努力的参与分析判断，但组织已经不再需要你参与判断的意见。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不是你说错了什么，而是你已经被放到了执行即可的位置上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你被移出决策圈很少是一次明确的动作，它更像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。你看到的信息是越来越晚，你的发言是越来越不影响到方向，你的角色被稳定在执行层。而最危险的是不是这个变化本身，而是你毫无察觉。那理解到这一点，你再回头看自己的处境会清楚很多。有些困惑并不是因为能力的问题，而是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。那很多人走到这一步，已经能
能够很清晰地意识到，但真正拉开差距的，从来不是你有没有被边缘化，而是老板呢在关键事项的决策前，主动地问一句你怎么看？下一期我们就来聊一个向上管理的终局问题，那什么样的人会慢慢变成老板的决策依赖？我是老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